但凡喝过酒的人都知道，在天热或者下班回家的时候喝上一口冰凉的啤酒，那种感觉真的不要太爽。包括红酒、果酒或者白酒什么的，只要是任何含有酒精的液体，都可以让人对它有特别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深爱。那尤其是喝到微醺的时候，还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也能让你忘记忧愁。但有一点不要忘记啊，酒精它其实是一种有害有毒的物质。那说几个我们经常听到的问题，比如酒精依赖、肝炎或者癌症，那从这些都能看出来酒它对健康的伤害有多大。但就算如此啊，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在没事的时候都会小酌一杯放松放松。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我自己。大家好，今天聊点不一样的，酒精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心情的？那每天都喝的话，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那酒它其实是微生物制造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酵母在缺氧的环境里把葡萄糖转换成酒精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在自然界里经常都可以发现一些喝醉的动物。那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非洲象，因为在水果里本来就存在大量的葡萄糖，而酵母在缺氧的环境下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所以只能靠发酵把葡萄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酒精来维持呼吸。那甚至你也可以理解成酒精就是酵母在快要窒息的状态下把糖吃了之后再排泄出来的废物。那恰好人类觉得这个东西好喝又上头。那虽然听着这个说法有那么一点恶心，但酵母菌跟水果在地球上呢确实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那这也代表着天然酒精应该早就出现了。那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在公元前1万多年左右，古人类偶尔的发现了天然酒。那喝了几口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享受。所以基本在所有的文化里，人类都是在野外发现酒精的。但问题来了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学会利用微生物开始有意识的酿酒的？那这个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目前一切的说法都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但在很多地区呢，确实也出现过一种酒叫口嚼酒。那它的制作方法就比较简单了把谷物或者像一些土豆、地瓜什么的这种含有大量淀粉的食物放进嘴里一直嚼，让它跟人类的唾液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口嚼酒是一群人把嚼好的食物吐到容器里酿造出来的。那这是因为唾液中的淀粉酶可以把淀粉分解成糖，然后再跟野生的酵母结合起来，就变成了酒精。那虽然听着很奇怪但这也算是人类跟酵母的第一次合作了。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实物证据的酒是在河南一个9000多年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在陶瓷的碎片上检测出来的。它是用米跟蜂蜜还有水果酿造出了酒精。那这就说明人类确实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主动的去酿酒跟存酒了。那并且还把它当作是一种可以解闷的嗜好去喝点它那酿酒其实也挺简单的，只要有糖有酵母，再加上适合的环境。比如你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往现榨的水果汁里加那么一点酵母，控制好温度，让空气稍微的可以流通，就能酿造出不错的果酒。所以长期喝酒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那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喝下去的酒精里差不多会有 20% 在胃里吸收，那其余的 80% 会在小肠里吸收，而且它会在几十分钟之内呢就顺着血液进入到大脑，激活 GABA， 也就是氨基丁酸受体，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跟放松，并且呢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也是喝完酒之后为什么会感觉这么快乐。而且酒精还可以抑制 NMDA， 也就是天冬氨酸受体，它可以让人短期的下降记忆力和判断力。那可能听着有点晦涩是吧？简单的说就是喝大了。那喝过酒的人都知道那种轻飘飘、思想天马行空的感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过度的快感会让人特别容易上瘾。那根据对20种药物依赖性的研究发现，酒精的快感强度排名第3，仅次于海洛因和可卡因。而在依赖性中，酒精的排名是第6。那没有想到吧，满大街都可以买到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效果。所以如果单纯的从醉酒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危害来说，它应该是仅次于海洛因的。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酒精它也是一级的麻醉品，并且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都特别的大。因为酒精这种有毒的物质，它在肝脏里分解的时候呢，需要2步。首先，酒精脱氢酶会把酒精先处理一下。那对于经常喝酒的人来说在快要喝醉的时候，肝脏就会启动微粒体乙醇氧化系统，也就是把酒精氧化成乙醛，然后乙醛脱氢酶再把乙醛转换成乙酸。那最后乙酸会被运送到包括肌肉在内的一些组织里继续的处理。但是乙醛这种物质就非常的麻烦，它会让你脸红、心跳加速、恶心、头痛，那这些都是宿醉的表现。那虽然身体有办法可以把酒精变成无害的东西，但是乙醛的毒性太强了。那这种致癌物质就是喝酒会伤身体的原因之一，并且长期大量的饮酒还会损伤多种器官，尤其是肝脏，在受伤之后，它的解毒能力就会快速的下降，让有害的物质可以进入大脑，导致肝性脑病。那一般会出现包括昏迷在内的意识混乱，那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还是有可能会致死的。也就是说，每天都喝这种有毒的物质身体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那还有一个让你更想不到的是，长期大量的饮酒还会增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孕妇在喝完酒之后会更加的危险，因为酒精它会严重的影响胎儿发育。那相信你也听到过一个说法，每天小酌1杯到2杯对心脏和睡眠都有好处，但这个说法非常的不准确。因为根据2016年统计的有关于酒精和健康益处的研究，发现了这种说法有很大的缺陷。那到了2018年，柳叶刀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分析了195个国家的数据，结果发现对健康伤害最小的饮酒量就是1口都不要喝，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安全的适量饮酒。那现在科学也开始在不停的强调一滴酒也算是毒药，而酒精呢，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有依赖性的麻醉品，对人跟社会都有巨大的危害。那所以按照现在的科学逻辑来看正在逐步的推翻适量饮酒是安全的观点。想一下美国的禁酒令，就算当时有人冒着犯罪的风险也离不开酒精，这也说明了戒酒真的特别难。那在讲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也在想要不要戒酒或者以后就少喝酒了。那最后，有些人喝酒是为了开心，有些人喝酒是为了掩饰悲伤，忘记忧愁。但我相信你一定也看到过，身边有很多人都因为长期喝酒或者醉酒之后失足丧命。所以酒精它是人类最爱的毒液。那如果你现在很累想为了快乐去喝点酒，我觉得适当的不要每天喝多了也可以，因为快乐第一嘛。